俄罗斯2位著名偷猎者惨遭记仇的西伯利亚虎撕碎在家门口，被找到时残骸所剩无几，最终他们的故事被翻拍成纪录片。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1997年的冬天，47岁的偷猎者弗拉基米尔·马罗夫在一间简陋的木屋中披上厚重棉衣，检查完猎枪与弹药，吻别妻子。随后，他与一位老朋友驱车驶入被积雪覆盖的远东密林。这片被称为冰封虎林的原始丛林，隐藏着自然界最危险的猎手。他的计划是在山中一间废弃的木屋中宿夜，第二天一早再展开猎杀行动。到了清晨，马罗夫披挂整齐，带着几只警觉敏锐的猎犬出发。猎犬既能护身，也可用来追踪老虎的气味。雪深足足有25厘米，他穿行在冰冷密林之中。忽然，一串巨大的足印映入眼帘，掌印宽厚，爪痕锋利，深深压入雪层，尺寸远超常规野兽。毫无疑问，这是西伯利亚虎的踪迹。马罗夫的心跳开始加速，他握紧猎枪，心中坚信自己只需一枪就能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一路顺着足迹追踪了数英里，进入森林腹地。最终，他在一处覆满积雪的山坡后面看见了那头体型惊人的西伯利亚虎，它正在撕咬一头死去的野猪。老虎抬起头来，那双琥珀色的眼睛与马罗夫对视，眼神中没有一丝慌张。数秒之后，他低头继续进食，每一下咬合都伴随着野猪骨头的脆裂声。马罗夫屏住呼吸，悄悄举起猎枪，对准虎躯开火，枪声在林中炸响，子弹精准命中老虎的躯干。他以为这次稳操胜券，于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接着，他从野猪尸体上割下几块肉装进袋中，继续跟踪那头受伤的猛虎。白雪之中，鲜血如红丝缎般延伸。起初，追踪轻而易举，但渐渐的，血迹变淡，最后在某片密林前悄然消失。马罗夫四下张望，寂静中没有鸟鸣声，只有猎犬低沉的喘息声。他突然意识到，这头老虎并没有死，它还活着，而且它可能正在反过来盯上他。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上头顶，马罗夫决定暂时撤退。他返回营地，把割下的野猪肉藏在小屋旁的洞井边，准备第二天继续追踪。随后，他带着另一部分肉步行前往最近的镇上，想要换些食物或用品。但就在马罗夫离开的这段时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他留在雪地里的味道早已成为了那头复仇掠食者眼中的线索。那头负伤的西伯利亚虎并未如他想象中那样逃命或死去，他反而顺着他留下的气味，一步步追踪到了那间孤立在密林深处的小木屋。在冰冷的月色下，这位复仇者悄无声息地接近，鼻尖嗅到空气中残存的熟悉气息，混杂着血腥味与野猪肉的脂腻味。他找到了马罗夫藏在水井边的野猪肉，愤怒地将其叼走，并将水井上方的木质结构撕咬摧毁。他没有就此离开，而是选择在附近盘踞埋伏，冷静地等待那个枪口曾对准他的猎人归来。当傍晚时分，马罗夫终于返回木屋，天色渐暗，积雪下沉。他还未走进小屋，便听见屋外的猎犬发出一阵阵不安的咆哮，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狂吠，就像在拼命传达某种紧迫的警告。他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寒意，缓缓走进窗边，透过冰霜覆盖的玻璃，他看见那头西伯利亚虎仍在远处的树林中徘徊，眼神中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执念。马罗夫的心沉了下去，他立刻将猎犬唤入屋内，反锁门窗，手紧握着猎枪。多年的狩猎经验告诉他，如果一头老虎在夺回猎物后仍不肯退去，那他想要的绝不只是食物。他赶紧从墙上的射击孔中举枪瞄准，试图用火力吓退它。两声枪响划破林中寂静，子弹命中老虎的躯干，喷出血雾，但它没有倒下，而是低声咆哮着再次退入林间黑影之中，留下一串断断续续的血痕。为了安全起见，马罗夫决定连夜逃往朋友邓恩的住处。一路上，他回头望了不止一次。他告诉邓恩要赶紧启程离开，但朋友劝他今晚先别走，因为冬夜里必须将汽车水箱放空，以防冻结，无法立即启动，需要等天亮再出发。但马罗夫已被恐惧与愤怒侵蚀，他决心重返自己的木屋，用他最熟悉的方式了结这场噩梦。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离开的这几个小时里，那头老虎早已闯入了他的木屋。他撞开门板，潜入屋内，用牙齿与利爪肆意摧毁每一件沾染马罗夫气味的物品，衣物、床褥、靴子、工具全被撕碎咬烂。随后，老虎悄无声息地躲在小屋外一处隐蔽的角落，静静埋伏，等待着马罗夫归来。夜幕缓缓降临，林间气温骤降，马罗夫毫无戒心地走向小屋的门口。当他正要拉开门时，那头蛰伏许久的老虎猛然跃起，
他扑向马罗夫，将他死死按倒在雪地中。那一瞬间，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彻底颠倒。马罗夫的命运被这头复仇猛兽紧紧攥住。在他们前3次交手后，老虎显然已经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如今，他要一口一口清算这笔血债。几个小时后，当调查人员接到消息抵达营地时，所见之景令人窒息。整片雪地已被鲜血染透，踩踏平整，仿佛经历过一场血腥搏斗。马罗夫显然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试图反抗，奋力挣扎，但在一头愤怒并精通战术的顶级掠食者面前，他根本无力抗衡。现场几乎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只剩被撕扯散落的碎骨、布片、血泊。马罗夫的鞋中仍塞着被咬断的双脚，残破的衣袖里露出半截被扯掉的手臂。马罗夫早已不成人形。这起令人发指的袭击事件迅速传开，吃人虎的传闻像风暴一样席卷整片针叶林。马罗夫的故事后来被翻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叫《西伯利亚虎最后的怒吼》。林中的居民与偷猎者纷纷仓皇撤离，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清算的名字。整个西伯利亚森林仿佛变成了一片死亡的禁区。但并非所有人都选择逃离，还有一个人依然留在林中，名叫安德烈·帕丘塔，年仅25岁，是一位捕兽者，靠在林中捕捉野兽，获取毛皮为生。他在森林中设下了陷阱。尽管父母苦苦哀求他暂时不要出门，等那头老虎被找到再行动，但安德烈却一意孤行。他执意进入森林查看陷阱，心中也不相信那头大猫会特意来他的木屋袭击他。安德烈穿上大衣，背起猎枪，转身走进了白茫茫的林子里，却不知道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那头西伯利亚虎已经找到了他的木屋，和摧毁马罗夫住所的手法如出一辙。老虎将安德烈的小屋彻底撕碎，屋门被撞破，窗框歪斜，家具掀翻，木屑和爪痕遍布整个空间。他像是在宣泄怒火，凡是沾染人类气味的东西都成了他的复仇对象。等到安德烈开始原路返回时，他还未察觉到危险已经潜伏在阴影之中。当他走到小屋附近时，一道黑影从床垫背后猛然扑出，安德烈惊恐万分，手忙脚乱地想要拔出肩上的老式猎枪，可是枪不能用了，子弹因为严寒早已冻结，无法发射，枪支在最需要的时候失效了。毫无防备的安德烈成了猛虎的猎物，老虎将他按倒在雪地中，一口咬穿肩胛，再一爪撕开腹部，撕咬、碾压、吞咽，几乎没有留下他挣扎的余地。林间的雪地很快被染成深红色。安德烈失踪的消息传回村庄，他的父亲几乎发狂，组织起所有邻居，组建搜救队，冒着风雪踏入林中。整整3天后，他们才在密林深处发现那个令人心碎的现场，地上只有几块破碎带血的衣物，一只断裂的靴子，以及那条他一直佩戴在胸前的十字架链子。他的身体早已不在原地。这时，一个名叫猛虎项目的西方保护组织正在当地推进拯救西伯利亚虎计划。他们希望通过监测与保护措施，防止偷猎者的陷阱彻底毁掉这一濒危物种。讽刺的是，参与这场追捕行动的首席猎人，正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保护老虎、反对捕杀的野生动物学家尤里特鲁什。他在这一次被官方赋予了一项与信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任务，那就是找到这头杀人虎，并将其就地击毙。特鲁什与2位官员施涅夫和约纳结伴深入林中，他们很快便发现那头老虎留下的线索。从足迹判断，他至少有1条腿重伤。3族踉跄前行，血迹延伸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区，尽头是一座孤立木屋，屋主名叫施兰克。3人提高警觉，小心接近这座小屋。他们刚走到门口，一声震天怒吼突然从背后炸裂，那头老虎居然再次埋伏在暗处。老虎猛扑向特鲁什，3人惊慌中举枪射击，但为时已晚。特鲁什被那头狂怒的巨兽死死压在身下，利爪撕裂衣物，獠牙刺穿肌肤，剧痛瞬间吞噬了他的意识。施涅夫与约纳在惊恐中连开数枪，一共11发子弹击中了那头野兽。最终，那头饱经枪伤的西伯利亚虎在剧烈挣扎与哀嚎中轰然倒地。特鲁什躺在血水中大口喘息，忍着剧痛寻找自己的步枪，却惊愕地发现步枪的一部分竟卡在老虎的咽喉中。原来老虎扑上来的那一刻，步枪竟也一同被吞入这头食人虎的遗体，随后被吊上卡车运往村庄。经过比对，他正是先前撕碎马罗夫、击杀安德烈的元凶。有专家解释，西伯利亚虎不仅是自然界顶级掠食者之一，还以记仇著称。不管对方是人还是野兽，一旦惹怒他，他就能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数周内记账，并精心策划追踪与猎杀。曾一度濒临灭绝的西伯利亚虎，近年来通过保护项目得以恢复种群数量。
几十年来，这种猛兽稳坐食物链顶端。然而，随着人类不断向针叶林腹地迁入，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大量民众为了谋生，涌入这片资源丰富却危险重重的森林区域。西伯利亚虎、野猪的肉在靠近中国边境的黑市上极为抢手，对马罗夫这样的人来说，非法狩猎几乎成了他们在崩溃的经济体系中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事后，那只老虎的皮被包下，悬挂在地方行政总部的大厅中，提醒着所有人，当人类越过自然的边界线，闯入猛兽的领地时，所引发的后果往往惨不忍睹。